视频开头想问大家，如果一个人被珍稀动物杀死，这只动物该不该被处死呢？我想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再重复回答了吧。之前有这么多期活生生的例子都是在讲动物吃人的，人杀人都要被判死刑，何况是野生动物呢？不过这个问题要是问动物权利保护者，他们的回答会异常的极端，甚至是魔怔。因为看完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两个案例，你就会认识到什么叫做离谱。泰勒·米切尔是一位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乡村民谣创作型歌手，才华横溢的他在17岁就出了自己的4首单曲，并在19岁这年提名为加拿大民间音乐奖年度青年表演者，可以说是前途可限量。但也就是这一年，一场意外让他的人生到达了终点。2009年3月，他发布了独立专辑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为了宣传这张专辑，同年10月23日，他开始进行巡回演出。10月27日，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泰勒趁着表演间隙，独自来到了加拿大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进行户外徒步。他从小就喜欢在森林里面漫步，享受宁静自由的时光，所以每次巡演期间，只要逮着机会，他就会抽时间前往附近的森林放松心情。这一天下午，泰勒就踏上了一条名为 Skyline Trail 的远足小径。大约在下午2点45分，一对中年夫妇在这条步道的起点遇到了他。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对夫妇看到泰勒走了一段路后又折返，似乎要回到车上。15分钟后，另一对夫妇也正前往停车场，但他们遇到了2只土狼，让开路后，土狼径直向前走。附近的徒步旅行者也拿起了相机拍下了土狼的照片。本以为一切都相安无事，可没想到大概5分钟之后，就听见远处传来了一名年轻女子的尖叫声。附近的徒步者纷纷循声往前走，先是在地上发现了钥匙、小刀等私人物品，随后他们又继续往附近的空地查看，竟然发现了满地都是血迹斑斑的衣服，不远处的洗手间门上还有鲜血。下午3点25分，徒步旅行者终于在附近的树丛中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泰勒，在他的附近还站着一只血淋淋的土狼。另外一边，警察得到消息后立刻出动。起初他们都以为是黑熊出没，毕竟在他们的备案里面，土狼极少会攻击人类，而且在野外遇到，他们也会主动离开，避免接触。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当警察们赶到现场后，泰勒的意识还算清醒，能与救援人员进行交谈，而肇事的土狼仍然在不远处逗留，还时不时地对着人类嚎叫。一名加拿大骑警随即向他开了一枪，随后就受到惊吓逃走了。而与此同时，经过初步检查后，泰勒的大部分身体都被咬伤，腿部和头部尤为严重，被紧急送往医院后，还是因为失血过多而不幸离世。这也成为了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次土狼袭击成年人的致命案例。根据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透露，园内大概有5-6只土狼，这在加拿大的农村和林区很常见。通常来说，土狼只会回避人类，不会对其产生威胁。但泰勒的悲剧给所有人都敲响了一个警钟：土狼是否丧失了对于人类的恐惧呢？其实有关于这场事故的讨论层出不穷，不管是据理力争的动物权利活动家，还是义愤填膺的社区居民，他们的每一条言论都深深地刺痛着远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对夫妇，因为早在1981年，他们年仅3岁的女儿也是死于土狼之口。1981年8月26日，年幼的凯莉基恩和往常一样在客厅里面看电视，母亲则在厨房里面忙着家务。可不知怎的，凯莉偷偷走出了家门，误入了车道。让人难以意料的是，一只土狼正在附近打转，弱小的凯莉自然成为了他的猎物。很快，土狼就把他叼在嘴里拖走了。这个时候，凯莉的父亲发现不对劲，立刻追了过去。他不顾一切地赶上土狼，这才救下了女儿。然而，经过了4个小时的紧急手术，还是没能挽救这条弱小的生命。最终，凯莉的颈部严重骨折，失血而死。凯莉的死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无法接受年幼的孩子死于非命，纷纷表示同情。在舆论的压力下，洛杉矶动物管理委员会紧急制定了一个有关于城市土狼的管理计划，其中一条就是方圆0.8公里的半径内对其进行为期80天的诱捕。在此期间，有55只土狼被射杀。然而，到了2004年，一次市议会又把此事翻了出来。动物权利活动家帕梅林·费丁强烈反对捕杀土狼的计划。他还指出，当年凯莉死亡的罪魁祸首并不是土狼，而是受到了家庭虐待。凯莉的父母是害怕担责才编造了土狼的故事，以此来掩盖他们的罪行。对此，帕梅林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有医疗记录可以证明凯莉是死于脾脏破裂，而非动物咬伤。但这一记录已经被狠心的父母摧毁。消息一出，凯莉的父母也赶到了市议会现场，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再一次拿出死亡证明，上面明确指出死因是被土狼咬伤。事后，帕梅林的所作所为也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无疑是对狮子家庭的2次伤害。
可不管怎么样，帕梅林依然坚持土狼无罪的理论。其实总体来说，土狼袭击人类是比较罕见的，一般都是咬伤居多，很少会造成严重伤害。但这里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有人及时赶走了土狼，救下了受害者，否则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不少类似的致死案例。据相关数据来看，土狼袭击人类的频率在逐步增加。截止到2006年3月，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面，美国至少发生了160起袭击事件，其中大部分事故发生在郊区与荒地的交接处附近。而泰勒的去世又一次震惊到了北美地区的人们，土狼竟然导致了一名成年人致死，这也让土狼专家们如临大敌。人们开始反思，重新评估土狼对于人类的潜在风险。作为北美适应性最强的动物之一，土狼几乎可以吃任何东西，而且即使在沙漠和苔原等极端环境当中，也能很好的生存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的一些错误行为也大大削弱了土狼对于人类的恐惧。比如有一部分人喜欢把宠物食品或者食物垃圾留在外面，有意无意的喂养它们，还有一部分铲屎官任由家养的小猫小狗在户外逗留，这也会吸引土狼的注意。当它们依赖于来自人类的食物来源，也会主动接近人类寻求施舍。总之，他们会利用其非凡的适应性走出郊区，开始逐渐靠近人类的栖息地。所以泰勒遇袭的原因，很多人都猜测他给土狼进行过喂食，但是当天他在户外徒步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携带任何食物，而且袭击他的土狼最少有2只，可以说是团体作案。也有人推测泰勒是在无意间打扰到了土狼，对方感到威胁后才发动了攻击。不管怎么样，到最后都没有人知道这些土狼为何会突然攻击他。然而在泰勒去世后，他的母亲曾经发表过一项声明，大意是不希望因此而造成土狼被捕杀的局面，因为当人类走在大自然当中，心里就要清楚这是野生动物的地盘。不仅如此，泰勒的母亲还声称自己听到了女儿临终的诉求，请不要杀死他们，那本来就不是人类的地盘，我不希望他们因我而死。听到这儿，我只能说是我自己的境界不够高。但尽管如此，在事发数小时之后，这条小径对于公众关闭，一只雌性土狼被一名监狱长杀死，距离 Skyline 步道1公里范围内，另外还有3只土狼被陷阱逮住并被处死。作为纪念，泰勒的母亲成立了泰勒·米切尔的遗产信托基金。该信托基金促进了用音乐创意来表达关于栖息地保护、自然和城市环境中人与野生动物互相之间的平衡以及安全防御措施的教育。那看到这儿，大家想象一下，当土狼对于人类彻底失去了恐惧，可以随意靠近居民区，这真的是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吗？不管怎么说，土狼是食肉动物，当他们发现人类好像在喂养它们，就会留在居民区附近。到那时，人类健康与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尤其是家里的宠物和孩子，最先会成为袭击的目标。如果继续纵容这样的行为，这无疑会让土狼觉得人类比其他猎物更加容易捕杀。而且人类有意无意的喂养行为已经快模糊掉彼此的安全界限，再出现这样得寸进尺的行为，岂不是更难保障人类的安全了？虽然比起其他事故，人类因动物而死的事件只能说是小概率，但这也给了我们深深的反思，怎样才能做到人类与动物和谐相处？何时才能恢复人类与自然界的平衡？我想这些问题依然任重道远。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如果遭遇野生动物袭击的话，该如何做呢？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